这块金子换这包吃的，够不够？你只换1包，不够，我再加。检测到末日交易，万界超市系统正式激活。失业、负债，被赶出来。老家的解忧超市留给你，回来接手。那间一天卖不出3包辣条的破店，卖不出去，不代表晚上也卖不出去。很好，连倒闭都嫌手续麻烦。检测到继承人到位，解忧万界超市系统激活，跨界通道开启。我家门口怎么变末日了？检测到无交易意识污染体，基础通道屏障生效，拒绝进入。失误！别乱动，我报警了。老板，我不抢，我只想活着回基地。泡面已经够了，这些你还想换什么？2瓶水，1包饼干，再加内卷纸。可以。欢迎光临解忧超市。检测到高阶智慧生物，方已获得顾客资格。交易需求未知，是否确认首笔交易？他叫黑牙，3级变异兽，所有人都以为是他袭击了失踪运输队。顾客已提交交易物，交易需求食物。他不是来吃人的，他是来买吃的。运输队失踪3天了，他们最后传回的画面里就有他。关键提示：3级火属性变异晶核，交易额度8000交易点，1交易点可兑换1元限时采购额度。要这个。你要3箱。这是运输队队长的身份牌。3个人，运输队至少还有3个人活着。他没有吃掉他们，他是在替活下来的人找食物。这些先送过去，剩下的交易点存进你的顾客账户。交易确认，本次消费1200交易点，剩余余额6800交易点。运输队撑不了多久，我必须跟他回去。关键提示：检测到委托型交易，委托目标救回3名被困幸存者，任务期限6小时。老板，你也要去？他已经付了钱，我的货不能送不到买家手里。已离开绝对安全区域，店主保护事项。老板，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钱收了，货就得送到。倒计时051731。跟紧黑牙，别踩积水，也别碰墙上的黑色名单。你们末日送个货，路况都这么差，能活着送到就算5星好评。里面还有人吗？3个都活着。张磊，帮我！别抬头，继续敲。别急，小口喝，先缓一缓，再吃东西。3天了，我们以为等不到人了，是不是他袭击了你们？不是，高架突然塌了，运输车被压住。黑牙出现时，我们也以为死定了，可他没碰我们。这3天一直是他在外面赶走污染处，身份牌也是我挂到他骨架上的。老伙计，辛苦了。委托真相确认，黑牙信誉评级提升。狮群过来了，撤！狮群过来了，撤！运输队收到，请回答。基地只剩最后1天口粮了。林老板，基地还有200多人，这些东西能卖给我们吗？检测到团体采购 issue。可以吗？把清单和人数发来，货我来想办法。200多人的物资，我可以给你配齐，先付全款。4万多块钱也敢接30万的单？系统整单备不求，能不能分批交付？团体订单支持分批交付。先给我配第1批，这批货验收后，我立刻追加。高纯度黄金50克，按照今天的回收价，一共44862元。卖。第1批投入4万5，交付后结算7万5，第2批用7万5继续采购，结算后再补最后1批，不用一次凑齐18万，
只要第一批货送到，整个订单就能滚起来。你那间小超市一个月能卖掉这么多货？不是普通零售，是一笔救命单。我不管你救谁，批发生意只认现款。44800全部付掉，先配最急的一批。饮用水优先，压缩食品和软罐头第二，消毒用品和电池控制数量。这批物资最多只够200多人撑一天，1天就够了。只要第一批顺利验收，第二批马上追加。后面13万多，你从哪里弄？从这批货里赚出来。检测到团体订单，临时定向交付通道已建立，目的地曙光基地临时仓库。食品数量无误，第一批物资确认接收。第一批订单交付完成。谁啊？赵老板，追加第二批，预算7万5。第一批真卖出去了？已经验收。第二批清单我现在发给你。明早6点，我让仓库优先给你备货。完成曙光基地订单后，可解锁新货架。凡人，这里有食物出售。检测到新世界顾客，来源魔法末日。交易物自然之泪，交易估值15万交易点。此物当真可以食用？试吃不要钱。顾客艾拉瑞尔，来源魔法末日。先坐。要水还是能直接吃的东西？我要能长期保存、快速恢复体力的食物，若能补充魔力更好。口感尚可。那是什么？辣条，零食。颜色艳丽，气味强烈。凡人的饮食果然缺乏节制，所以只让你试一口。不合口味？只是确认成分，刺激性过强。我只是替族人测试，自然之泪蕴含生命魔力，可以修复伤势、驱散筋度轴。明白。要不要再测试一包无香的？我要水、罐头、压缩食品以及这种红色食品。自然之泪15万交易点。建议方案：先配足1个月的水和食品。辣条按不同口味各装10箱，存进你的3万点。你不准备拿走全部价值？这里做交易，不做抢劫。交易成立，魔法末日首笔交易完成。这些全都属于我。成交了，就是你的。魔力又衰竭了，不用咒语，也不用魔力，这是什么等级的火焰神器？这个得单独谈。没有咒语，没有魔力波动，已经把火焰封进了这么小的法器中。2点，我要200个。先别急着买，这东西能点火，但也可能烧伤人。如此珍贵的法器，你还主动告知缺陷？拇指按住这里，向下拨，火苗不要靠近衣物，也不能放在高温处。随用随灭，普通人也能掌控。少浪费一次魔力，也许就能多活一个人。200个，全部装起来。商品金额400交易点。分开存放，远离火源。第一次使用时必须有人看着。我的空间戒指损坏了，这些食物和火焰法器我无法带回去。检测到破损空间容器，可提供修复服务。戒指不用买，我可以帮你修好。这是王庭炼金师都无法修复的空间裂纹，你只需要10分钟。修不好，修不收钱。服务交易确认，修复服务完成，收取5000交易点。顾客账户余额24600亿交易点。空间颠覆了，还从10立方扩大到了12立方。第一批物资足够300名族人撑过最危险的3天。这是王庭的清洁术卷轴，我想用它购买一种新的商品。什么商品？那个能把黑夜照亮的东西。新交易需求：魔法末日受灾人口300人。成交。交易物：清洁术卷轴，交易估值9000交易点。我要60挺，让300名族人今晚不再浪费魔力照明。它能持续多久？低亮度10小时左右，内部已经充满电，今晚可以直接使用。天亮后展开背面的太阳能板，就能重新充电。营地每晚需要30名法师轮流释放照明术，魔力用照明上防护结界就会变弱。昨夜结界差一点被风暴撕开。收成。水晶交易点。 60盏同型号太阳能灯，你一间小超市用得完吗？不是我用，是300个人等着用。仓库还有63盏，我把状态最好的60盏给你，全部提前充满电，成交。
这破超市生意还真不小。今晚直接开，白天让太阳能板朝向光线最强的位置，不能放进水里，也不要靠近风暴中心。本次采购成本8400元，剩余金额已存顾客账户。等营地度过风暴，我会回来。这一次不只是为了辣条。原来不需要魔法也能点亮黑夜。辐射值为0，这里的空气为什么是干净的？检测到新世界顾客，来源辐射废土。这个换一个苹果。空气辐射值0，有毒颗粒，空气质量没有辐射，也没有酸性尘埃，这里的空气真的可以直接呼吸。进了超市就不用戴面具。原来空气没有铁锈味。物质：新鲜苹果，放射性污染未检促，重金属污染未检促，可安全食用。不是合成营养块，是真的从树上长出来的食物。先尝一个。我不白拿，这些都是从军用废墟里找到的，虽然大部分损坏了，但还能拆出东西。军用能量块余量3%，编写质分皮期功能正常，综合交易额32000交易点。太多了，我的东西可能已经不能用了。能不能用不是靠外壳破断，东西值32000，苹果和食品只扣1000点，剩下31000存在你的账户里。你不压价，这里做生意不捡雇人的便宜。本次消费1000交易点，顾客余额31000交易点。不吃了。地下城还有一个孩子，他出生以后从没见过真正的水果，我没有更多东西可以换。从你的余额里扣，下次别拿苹果核当目标，你付得起完整的苹果。这个先留给你，它能检测食物、矿物和能源。以后有人拿废料骗你，他会报警。到所有权已转移，星能辅助，跨界到异常空间能量，能量来源并非魔法末日。这东西上面藏着另一个世界的坐标。检测到未授权空间追踪，反向定位净土37%。别碰，这不是卷轴的魔法，有人在用它定位这间超市。如果现在切断，还能查到是谁吗？不能，但再等3秒，对方也可能看见这里。那就给他3秒。会不会是有人故意留在店里的？不像，卷轴本体和这道标记不属于同一种能量体系，标记埋在卷轴夹层深处，不是临时附着上去的，更像是有人提前对卷轴做了手脚，再让它经过别人的手进入超市。有人把卷轴当成了诱饵，只要它进入稳定空间，标记就会自动苏醒。我能暂时减慢它，彻底隔离靠超市规则。开放立即清除标记，无法追查来源，风险不可能超。选择第2个，对方就会知道这扇门真的存在。他已经找到这里了，现在清掉，也只是让我们继续蒙着眼睛。反向通道开放，3，终于2，找到门了。1，切断。关键提示：反向通道已关闭，外置空间标记已清除，卷轴本体未受损。他看见你了。来源世界修仙末日，追踪者身份未知。我也看见他了。他为什么要找这间超市？也许他缺物资，也许他想抢走这扇门。下品灵石1枚，一块石头就想买我的店。顾客通道正在建立。1枚下品灵石，买下这间店以及你手里的全部通道。关键提示：下品灵石，交易估值800交易点。800点，我这批矿泉水都不止这个价。凡人，你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顾客玄烨，来源修仙末日。此地气灵气稳定，规则完整，落在你一个凡人手里实在浪费。超市不卖，不卖也可以，签下契约，我收你为徒，店仍由你看后，我只取90%收益。关键提示：表面条款师徒契约，隐藏条款意识服从，隐藏条款资产永久转移，违约代价灵魂抵押。你是来连人带店一起抢？看懂了又如何？关键提示：检测到强迫交易。这里的规矩，你好像没看懂。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一样能拿到所有权。违规行为确认，强迫交易，试图破坏店内资产，使用法器清风剑，法器估值30万交易点，解除封存条件，支付店内损失及违规保进金。想赎剑可以，先按规矩赔钱。顾客连续违规，处罚升级，强制驱逐。你不过是躲在规则后面的凡人。我是凡人，但这里我是老板。
他不会善罢甘休。玄烨禁止入店剩余时间23归小时59分41秒。安全提示：绝对安全规则仅在超市范围内有效。林初，曙光基地订单累计成交30万交易点，订单总成本18万元，本单净收益12万元，当前余额16万4862元。一级超市升级完成。玄烨禁止入店剩余时间11小时，对方仍在限时通道外等待。3批货18万，你那间小超市真能卖完？有人正等着他们活命。下次有急单直接找我，现款到账，我优先留货。临时定向交付通道已建立，目的地曙光基地临时仓库。饮用水壶、食品、电池、消毒用品全部无误。这是最后一批交易物，请系统估值。交易物估值10万交易点，曙光基地团体订单100%。这3批货让208个人撑过了最危险的3天。只要交易继续，下一批也会。当前余额16万4862元，首次团体订单完成，超市升级条件达成。关键提示：超市等级2级，仓储空间20立方米提升至50立方米，解锁恒温鲜食货架，限时采购果蔬入库后可自动保鲜。本次升级不提供连空手套白狼的机会都不给。采购支出2860元。玄烨禁止入店剩余时间10小时58分12秒，外部空间变动持续增强。关键提示：高阶智慧型感染者，顾客代号小白，交易需求漫画。你不买吃的？关键提示：3级精神系晶核，交易估值12万交易点。12万的晶核，你只换一本漫画？顾客代号小白，3级精神系感染者，保留完整人类意识。你能听懂我说话？不会说？你想知道后面的故事？晶核值12万，这些书只收132。交易方案，剩下的存在账目库里。132焦点，剩余11万9868交易点存入顾客账户。不是不够，是你给的太多了。在这里，没有人能抢你的东西，我也不会。交易成立，132亿点，顾客余额11万9868交易点。全套续册采购成功，预计明日下午送达。系统警告：检测到外部精神窥探，来源玄烨。检测到顾客主动提出长期服务，员工功能尚未解锁。可开启1次临时岗位试用。漫画管够，你先别帮我守一晚。岗位建议，临时安保试用已开启。玄烨禁止入店倒计时0点0分01秒，进入处罚结束。一只尸龟也配替人守门？关键提示：下品灵石乘以40。灵石已经带来，把清风剑还我。解除法器条件，违规保证金，法器纯费用2000交易点。不强迫交易，不攻击顾客，不破坏店内物品。签了，先还你。3级精神尸王，倒是一具不错的尸块材料，把它一并交给我，我可以不追究你之前的冒犯。他不卖。一具感染尸体，也算人。有没有名字不重要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归我控制。系统阻止交易侵害。检测提示：精神奴役行为，目标在店顾客、临时工作人员，绝对安全规则生效。不过是一道店铺规则，也想挡住御尸灵？你竟然保留了完整意识，听见了吗？他是我的试用员工，不是你的东西。顾客玄鹤再次严重违规，暂时顶已扣除，正气4气解除封存申请。林初，清风剑执行强制驱逐。你以为躲在店里就能永远安全？至少在这里，你得守我的规矩。夜班安保，每月3000交易点，漫画免费月干，干不干？系统警告：检测至外部封锁阵法，限时捕获车辆无法靠近，预计断货时间36小时。我进不去，那我就让你的货永远送不进来。林老板，你店门口怎么回事？送车进不去了。
林老板，车进不去，你订的水和食品全堵在街口了。没有凡间补给，我看你这间店能撑几天？你缺货，我的世界最不缺的就是旧时代仓库。仓库在地下80米，辐射风暴没有穿透外层，里面还有压缩营养块、净水滤芯电池和消毒设备。储存多久了？12年，所以必须先检测。地下城有700多人，他们已经2年没见过新鲜果蔬。6箱果蔬能换多少物资？报价：供应方军用营养块200箱，复合净水滤芯军用电池300套，基础消毒装备20套。不够的话，地下城还能加。不用加，双方都需要，这个价格就公平。检测到大林跨界采购，临时反向供货通道正在建立，供应地辐射废土地下城仓库。原来苹果真的是甜的。大龙跨界采购完成，采购成本限时果蔬约2860元，入库物资估值20万8千。营养块和净水滤芯先供应末日客户，苹果等限时货车是进来后再补。你封住的只是一条路，我的超市连接的是所有世界。警报！检测到异常空间能量变动。不对，他布下的不是普通封路阵法。那是什么？检测到空间标持续偏移，外部阵法正在锁定超市限时入口，预计锚定完成度11小时修仙末日。货可以从别的世界送进来，那我就连你的店一起拖走。阵法一成，这间店就是我的。哈哈哈！这些东西从哪来的？3个末日世界，外加我这个现实世界，跨世界协同破阵。开始，只拆外面4个阵眼没有用，轻弓箭会在3秒内让阵法重组，必须同时切断5个锚点。外面4个交给我们，里面这个交给小白。加班有双倍工资。定向脉冲器本来用来瘫痪变异机械，应该能暂时切断阵眼能量。空间稳定水晶，阵眼被破坏时，它们可以阻止空间裂缝扩散。我负责同步引爆，误差超过0.1秒，阵法就会重新连接。帮忙也按交易结算，该给的一点都不能少。订单确认，临时定向投放通道已建立，空间锚定完成度97%、98%。开启，还有多久？外部节点已经锁定，但清风剑还在向阵法发送坐标。我叫小白，就是现在！科技、魔法、狮王，这些力量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在这里？因为你想抢的不是一间普通超市，这里连接着愿意和我做生意的所有世界。李老板，路通了，货马上给你送到门口。外部封锁解除，限时补货通道恢复，跨世界协同订单完成。检测到大量交易请求，来源：修仙末日青崖城，求购物资、粮食、饮水、药品，求购人数12407人。老板，这些能换1袋米吗？半枚下品零食，交易额度148交易点，够。不仅够换米，还能换水盐和几盒罐头。真的？可青崖城里1袋米要30枚完整零食。先小口喝。怎么不喝了？带回去给弟弟，他已经2天没喝到干净的水了。记下的存在93交易点，下次来不用再拿零食。你没有算错吗？没有，米就是米，不会因为你饿就突然贵100倍。交易成立，检测到大林个人商品，一次性运输货箱已生成。不是掺了石粉的林康，是真正的大米。青崖城求购申请11400起条，当前库存最多满足3。关闭个人重复申请，开启紧急限购。个人重复申请，每人每日仅可购买1份基础口粮，紧急限批儿童囤尸转身。库存废土军用营养块200箱，可支撑300人。赵老板要5吨大米，再配食盐、软罐头和饮用水。5吨，你又接了多少人的单？12000人。大米可以在天亮前调集，我的最高指挥。唐风，我代表城中12407人请求建立团体订单。这些东西原本能换更多粮食，可城中所有粮仓都被同一家商后控制了，买不起的人只能等死。阻断，
是有人不让他们吃。玄爷商会精米一袋30枚下品零食，解忧超市25公斤大米148交易点，1枚下品零食等于800交易点，可兑换5袋大米。我全买了。一户1天1袋，这里卖的是救命粮，不是给你囤货抬价的。首日采购成本76000元，临时定向交付通道已建立，目的地青崖城东门救济点。所有人汇退，按户籍牌领取，儿童、伤员和老人优先。一户1号，领取后24小时内禁止重复购买。25公斤大米148点，没有整枚零食可以用药材、矿石或者可用物资抵扣。系统估值公开，余额全部存进账户。1枚零食真能换5袋？能，但今天每户限1袋，剩下的交易点明天继续用。交易额度400点，购买大米148点，剩余余额252点。这半块零食，我在玄烨商会连1把米都买不到。我出双倍，把剩下的粮全部卖给我。想吃饭按规矩排队，想倒卖门在后面。这里只剩200袋，今天领不到的人，明天还是要来求玄烨商会。今天15吨，只要青岩城愿意公平交易，粮食就会继续送来。再这样下去，我们的粮1袋都卖不出去。那就不卖了。今晚之前，把3座粮仓全部转移出城。3座粮仓正在启动空间转移阵，预计2小时后。那是全城百姓交税换来的公粮。价格已经打下来了，现在该把属于他们的粮留下了。粮仓转移倒计时2分59秒。全部让开！这些粮食属于玄烨商会。这里面有我家3年的税粮，它不属于你。3座粮仓由玄烨商会代为管理，但粮食属于青崖城百姓。也就是说，玄烨只有管理权，没有处置权。是否发起公共资产权属核验？核验材料城主官印，粮仓总策。核验。假的！这些政策早就作废了。玄烨真人已经买下3座粮仓。青崖城官方授权无契约无公共资产转让效力。你们自主和自己签合约，也敢说买下了粮仓？权属核验完成，3座粮仓所有库，青崖城登记村民3年行为未经授权。顾统领，青崖市府委委托超市保护公粮。确认委托。交易期间不得擅自移动订单资产。公共粮仓保管订单成立。这些粮食是我的。管理公粮不等于拥有公粮，百姓交给你保管的东西，你一粒也带不走。粮还在，我们的粮还在。先别发粮，储存环境、重量和安全性全部检查完再分给百姓。粮食状态正常，2号粮仓粮食状态正常。关键警告：3号粮仓检测到大量未知虫卵，预计孵化13粮食约80吨。虫卵一旦孵化，另外2座粮仓也保不住。虫卵发化倒计时18分22秒。来不及了，封仓烧粮。不能烧，这些粮够全城吃10天。活性临界温度12摄氏度，完全失活条件-30摄氏度，持续40分钟。我没有冷库，它靠粮食热量孵化，温度越高，速度越快。-12度会进入休眠，-30度持续40分钟，内部能量结构会彻底崩解。可这里有80吨粮，我们到哪里找这么大的冰窖？商用低温核心4台，用途封闭式储物库降温，设备租赁及技术服务32000交易点。租，我要工业保温帘、密封材料和8台循环风机。你改卖冷库了？就80吨粮，能多快？40分钟送到。公共粮仓保管订单权限生效，允许投放保管设备。粮仓温度18摄氏度，虫卵孵化倒计时11分06秒。9摄氏度，1摄氏度，-8摄氏度。他们还没停，外层温度够了，粮堆中心还不够冷，加大功率。设备扩载风险上升。接入100组军用电池，设备损耗算进订单。能源接入完成。中心温度-27摄氏度，虫卵孵化倒计时21秒29、10秒。中心温度-30.4摄氏度，虫卵进入失活程序，需保持低温40分钟。虫卵活性0，粮食本体无毒。处理建议：保住我！发现虫农蜂人员角，虫卵孵化人工催化浮粉，涉及成值7座，预计总受污染粮食640吨。
玄烨不是想毁掉一座粮仓，他是想让7座城同时断粮。真人，7座城已经有人饿倒了。再等半个时辰，等他们连祖传法器都肯拿出来时候，他等粮价上涨，那我就先让他的粮一袋都卖不出去。受影响人口83621人，受污染粮食约640吨，现有安全口粮不足12小时。7城守卫府同意统一采购、统一价格、统一发放，只求先撑过今天。首批紧急口粮50吨，预计采购成本38万元，可覆盖7城基础需求24小时。先抢出1天时间，同时处理原有粮食，不能让640吨全部报废。7城联合团体订单成立，统一售价，可实体盐囤存，添购及2次加价。1枚灵石可以买5袋，玄烨商会卖的不是粮，是我们的命。催化信号已锁定，位置玄烨商会浮空总仓。采购价1枚灵石，预收价80枚灵石袋，虫卵投放用，1000毛利润，7城居民全部可用资产。他不是在卖粮，他想把7座城所有人全部变成他的债奴。证据核验完成。玄烨商会人为制糖分7城联合处置决定，冻结商会资产，取消粮食经营资格，查封所有地面粮仓。玄烨商会粮部30枚、10枚，1枚灵石1袋。真人，地面分号全被查封了，只要总仓的3000吨粮食还在，我们还能降价。他们宁可相信一个凡人，也不肯求我。那这些粮，谁也别想得到。啊！3000吨粮，那足够7座城吃1个月。来不及了，3000吨粮马上就要全部掉进虚空。7城官印给我，我要接管整座仓库。玄药商会全部资产已经被冻结，浮空总仓涉嫌储存赃物、操纵粮价，7城有权紧急扣押。关键提示：7城联合紧急保全令，保全目标：浮空总仓及内部粮食，遗产撞劫、千泽军虎坏。接受。挽回共理、委托方等青崖城等7城守卫保全夫产进入交易保护范围，目标距离通道过远，仓库正在坠入空间裂隙，无法建立稳定接收坐标。倒计时1分21秒。仓库一直在移动，没有固定坐标，通道根本接不住它。同源能量确认，清风剑可作为反向定位锚点。它是玄烨的本命法器，浮空总仓也是他控制的，能定位，但玄烨也会通过它干扰通道。压住清风剑的意识信号 ，K7 锁定仓库。林初，你敢动我的总仓？敢！他在主动加速。系统开启最大接收通道。压住！谁也别想得到！接收。悬空总仓接收成功，安全粮食3007吨，粮食损耗0.3%，公共资产保全订单完成。检测到隐藏空间物品：7城居民债务契约，数量8321份，契约状态即将自动执行，剩余时间
11小时。那些人根本没向玄耀借过灵石。粮食只是第一步，他真正想拿走的是8000多个人的一辈子。我从没借过玄烨1枚灵石，没借过的钱也敢让人拿一辈子来还？8321份，全部查到底。玄烨让百姓领救济粮食，按下指印，转头就把指印复制到债契上，没有放款，没有知情，也没有真实签署，这些不是债，是偷来的名字。解除方法：取得债权处置权后，统一注销。玄烨商会资产已经依法冻结，这些伪造债权同样属于待处置资产。这1块钱不是替他们认债，不是，是让你取得销毁假契约的合法权限。支付1交1点。林初，你买下了债权，从现在开始，他们欠的人就是你。你弄错了，我买的不是他们，是你用来绑住他们的绳子。免除，全部放弃。你敢！他们没欠过你，也不欠我。没了，真的没了。他们本来就不欠任何人。你以为自己继承了一间超市？你继承的是一笔20年前就该偿还的债。先把合同验完。没有伪造痕迹。林守义，正是三舅公的名字。20年前，万界通道即将崩塌，是我拿出戒魔灵石替他稳定了这扇门，代价就是下一任店主偿还通道。这不是借款合同，是一场赌约。玄烨说，不同世界只会互相掠夺，谁控制通道，谁就该拿走所有人的资源，那就赌一次。没有强者控制，万界交易早晚会变成抢劫。我赌下一任店主能让不同世界互相救命，不被吃掉。小初，你看到这段话，说明我没能亲手结束这场赌约。别因为这间店是我留下的，就硬撑。20年过去，也只有4个，最后一个世界未必会在1天之中出现。就算出现，你也不可能让5个末日世界同时相信彼此。他们已经和我做过生意，剩下的只差一个新顾客。接受。5界互助誓约启动，剩余时间23小时41分08秒。正在搜索第5个末日世界，来源极寒末日，来客生命体征持续下巨降。箱内物品：人类最后一批可育种子。种子保存箱剩余电量3%，内部温度零下18摄氏度，外部环境零下71摄氏度。先接电，这不是一箱种子，是一个世界最后的春天。备用能源连接成功，预计维持时间48小时。体温30.2摄氏度，重度失温，缓慢复温启动，静止搓4只。种子，箱子已经接上备用电源，种子还活着。我叫霍言，来自极恒末日的疏寒基地。3年前，全球温度骤降，室外最低温已经达到零下70度。基地目前还有1863人，地下热井将在18小时后停止。没有供暖，我们撑不过今晚。永冻冰盒约30吨，可用于精密制冷及水源供应，综合估值92000交易点。都可以给你，只要给基地一点供暖设备。种子不能卖给某一个人，我要的是5界共享培育权，培育出的新种子，每个参与世界都能获得1份。成交。电池送极寒基地，永冻冰河给修仙世界建冷库，聚热石负责供暖，净水法阵和生长树负责培育。普通净化术只能清除外部污染，无法阻止不同世界的真菌迁入种子。北城植物研究所里面有我见过。目标区域检测到高数精神感染者1名，普通感染者约4000。扶摇界在里面。那就去把扶摇界带回来，顺便问问他，还愿不愿意做一笔生意。王，
你抛下我们还敢回来？我不是王，我是来做交易的。设备没有损坏，接入电池，6小时就能重新培养一批母业。你真的会留一半？群体失控倒计时0分03秒12。你已经能吃干净食物，能看漫画，凭什么我们？因为我有名字，你们也应该有。成交。丧尸末日资源确认，提供抗真菌母业培养技术，获得能源、食物、精神与稳定药剂，双向交易成立，5界互助订单程度96%。可以中了，极寒世界还能有春天。警告：界毛主控制权正在被外部夺取，5界互助订单暂停，最终誓约剩余时间02小时50分59秒。资源都凑齐了，现在只差把他们和超市一起交给我。界毛主控制权已转移，当前控制者玄烨。门是我的界毛，你连一个世界都联系不到，那就换一套不属于你的门。订单完成度96%，通道失联超过3小时，誓约自动失败。5个世界共同授权由分界点，剩余通讯时间0分01秒12。玄烨抢走了主界毛，玄烨抢走了主界毛，我不需要你们把力量交给我，我要你们各自保留一份自主控制权来做决定。废土授权，精灵营地授权，修仙7成授权，蜀寒机电授权。他问的是丧尸世界，谁有资格替我们确认？自己选。北城登记顾客同意率100%，信用坐标5点亮。不可能，没有主毛，通道凭什么存在？凭他们愿意继续做生意。分布式界毛建立，5个世界各持20%连接权限，单一世界无权关闭全部通道。5界互助订单恢复，完成度97%、98%。通道恢复了又怎样？只要我毁掉掌账，这笔订单永远到不了100%。5界互助订单99%。那你最好看清楚，现在站在这里的不止我一个店主。最终誓约规则：见证者可提出1次交易异议，不得损毁账目、威胁顾客或强制终止交易。好，那我就证明这5个世界根本没有。5界互助订单完成度99%。其他有物资都由林初跳皮鞋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别人拿了什么。最终还请缺失撤回。这不是互助，是他一个人的分配游戏。5个世界交易信息已出，最高单方贡献占比27%，符合互助订单规则。现在撤回还来得及。K7，我可以让废土独占所有种子。艾拉，我可以把全部永动冰河交精灵。顾长风，只要7成重新效忠，觉得不公平，3000吨粮食就可以离开。末日里没有人会把资源分给别人。废土确认交易，精灵营地确认交易，修仙7成确认交易，蜀寒基地确认交易，丧尸末日确认交易。我们也确认。5方知情确认完成，5界订单100%，最终誓约完成，20年赌约皆结束，万界通道管理权归属解忧超市现任。没有见强者控制，他们早晚会互相掠夺。永久清除。所以账目要公开，规则要公平，门也不能只握在一个人手里。玄烨并不甘心，他被送回修仙末日，等待他的是7座城共同签发的审查令。确认。玄烨争了20年的万界通道，在这一刻被分成6份权限，林初1份，5个世界各1份。不是王，是店主，共同店主。林老板，你到底把货卖到哪儿去了？款成功。老板，这里
收海水吗？收。先说说你的世界缺什么？